OpenAI 刚在8月3号发博客，标题直指痛点，如何在6个月里把实时语音系统从零重写。最硬的数字就在这篇里，新系统 GPT-Live 的 P95 延迟直接打平了旧架构的 P50，P95 打平 P50，这是 OpenAI 语音基建的第3代产品。前2代分别是2月用 WebSocket 拆级联，3月事端到端模型，6月搞分层部署。GPT-Live 不只是换个模型，它把整条链路重写成了全双工媒体流系统。回溯这条线，2月把 STTL、MTTS 串联管道拆了改 WebSocket 流，3月把理解和生成塞进单模型，但还靠轮次检测器判断谁说话。6月引入分层模型平衡成本。今天这个增量 Delta 是把推理任务彻底剥离，靠异步 RPC 跑到旁路，主路只跑媒体流。团队卡在哪儿？核心媒体循环跑 Python Airseal，GC 抖动锁竞争，留一段就得重连，根本保不住连续推理。官方自己承认，保持媒体循环不中断并不简单。6个月里最狠的一刀是把底层全拨出来用Go重写，换完语言，内存曲线平了，那句不简单终于变成了工程现实。为什么总觉得 AI 在强化，老架构非得靠轮次检测器，一个小模型猜你嘴闭没闭？猜早了打断你，猜晚了干等。GPT-Live 直接把这东西拆了。但有个反常识的地方，业界公开文档里，轮次检测到现在还是公认最难的产品题。OpenAI 这回算是硬闯过去了。核心就这一招，音频流直接灌进模型，模型持续吐音频，中间没有轮到我了这个动作，这叫持续媒体流循环。人类聊天本来就是全双工，你点头，我插嘴，语气转折全在流里。旧管道是半双工，听完想完再说，延迟累加到秒级。现在主路只管流，响应压进毫秒级。主路只管流，但深度推理怎么办？调 GPT 5.5， 搜网控电脑，这些慢活全挪到异步 RPC 边界外面去跑。委托一发出，系统立马并行预热实例，预填上下文，优化调度，为的就是让你感觉不到卡顿。官方原话，让委托快到像本能一样自然。语音主路永远不掉帧，结果算好再融合回上下文。模型热切换是怎么个无缝法？新实例后台先热起来，上下文提前塞进去，旧模型还在出流，新模型就能无缝接管。长对话上下文爆了，系统把压缩当成受管转换，在流里悄悄完成，你根本听不出有停顿。连接快不快也定体验。WebRTC 层搞了个 Instant Connect， 把 SDP 信令挪出关键路径，客户端扔一个 UDP 包过去，绘画直接建起。传输协议还推了个 Warp 规范，已经进了 IETF、TSV、WG、libRTC 和 PIN 都集成了。这步棋是想把实时 AI 的传输层标准握在手里。对比 DeepGram、Eleven Labs 这些还在优化单模块的选手， OpenAI 的护城河在于端到端大模型直接压在媒体流路径上。竞品要么还在用级联，要么半双工靠检测器，一旦上复杂工具调用，主路就得堵。GPT-Live 把复杂度全吸到旁路去了，这在工程上几乎没法简单复刻。代价得说清，维护有状态推理集群，预热模型池，双路并发调度，工程复杂度指数级上升。官方也没给这套系统跟垂直领域模型在长链路稳定性上的对比数。想照搬的团队，先问自己有没有算力预算，养那个预热池，有没有人能守住这个高可用集群。顺着这条眼镜弧线看， Warp 协议推标准不是为了开源做慈善，谁定义了实时 AI 的传输底座，谁就卡住了下一代入口的喉咙。这才是藏在架构底下的长期博弈。落地避坑清单3条：一、底层协议站能不能跑通 WebRTC 加 Warp 的优化路径；二、异步分发链路真隔离阻塞了没？别让工具调用把主路拖死；三、
预热模型池的显存和钱算好没？样本少不一定普遍，但这3条不通，架构根本跑不起来。架构跑不起来，